然后这一台就是他们也说这是由Pininfarina设计的电动中型巴士 Model U 哦。那在第一年的科技日，他们推出了一款比较大的市区公车 Model T。那这次他们把级距往下面缩了，把它是落在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常见到的中型巴士的这个级距。你可以看它的设计语言，其实跟刚刚有稍微瞄到的 Model N 很像哦，它的头灯设计啊，然后整个车头的造型，都跟我们刚才看到 Model N 是有一个延续性的。那还有一个比较倾斜的 A 柱跟圆滑的线条，去延续 Model T 他们这种电动公车低风阻的一个造型设计。然后呢，它在配置上其实跟台湾现在大部分看到的中巴一样，都是把车门开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它后面呢还有一个对开式的车门。那这次他们特别放的呢是一个比较豪华铺陈的内在哦，那里面有独立的座椅，然后很舒适的一些座椅跟木纹的饰板，还有你可以看到它比较像是高铁啊或者是客舱的这个窗户，去让整台车的整个设计质感是更漂亮的哦。那他们在展示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去强调它的空间机能。好，我们大哥先往上面去看一下。那里头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是相当宽敞的，而且因为电动车的关系，它的也可以去减少掉一些机械结构去占用车内空间的一个优势啦。那这台车呢，我预计应该也会是在未来的几年，它会有机会被客运业者采购去做一些比较在市区一点或是比较低运量的路线来做一个接驳。但你目前看它的设计，我觉得他们现在想要去传达的是他们的商用车，尤其是中型巴士这个级距，不只是可以去进攻到客运市场，那甚至也可以做保姆车的一个功用，因为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内装跟氛围灯其实相当的豪华，而且每个位置都有挂钩，然后头枕呢还有一个靠垫，可以让你坐在上面更舒适。那另外它每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它都有配备3.4的安全带，因为现在呢其实对于安全法规越来越要求的时候，每个位置都配备3.4安全带，对于里面的乘客来说是更加安全，而且它在中间的地方它的内装设计其实跟我们刚才看到 Model B 有点像，就是它有2块大的萤幕去做数位仪表板啊，跟中央的这个触控萤幕的操作，再让这个驾驶呢也有一个比较科技的氛围，而且它还像飞机一样哦，它把灯光的空调的面板放在中间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内装我觉得是有一些机舱设计的概念在里面，让这台车的豪华质感更凸显出来哦。所以这个车啊，他们强调是除了那个一般客运用之外，还有接驳使用之外，它也可以做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延伸。我们也提供了比较多元的一些内装的套件，去让未来的客户去做一些采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他们在预告的时候就已经吸引大家目光的 Model D 啦。那时候我们在猜这台车到底是 SUV 还是一个 MPV 的设定。那实测亮相之后，你会发现它应该是一款结合了 SUV 的车格的豪华 MPV 哦。你可以看到它在离地高度上面是接近底盘离地高度是接近 SUV 的都会 SUV 的设定。那它下缘也用了一些黑色的黑色的装饰，去让它有一种越野车的这种视觉感受。但是它整个车格你可以看到超过5米的车长，还有3米的轴距，所带来的是个非常豪华的一个空间感跟宽敞感哦。那它也采用了对开式的车门。那这个我们一开始在它的预告的设计手稿就发现了，他们在车门设计上是采用的是对开式的。那里头呢，其实跟这几年我们在比如说中国的车展啊，或者是台湾现在很热销的阿法呢跟 LM 看到的座舱配置是很像的，它中间采用了2个独立的舰长席座椅，然后他们特别使用这种白色的内装，还有木纹的饰板跟柔和的氛围灯，还有上面也有一些间接照明，去让这台车的设计质感跟细腻度都有所提升。而且它车内啊，你看它的车窗啊，这些设计都用了
触控式的按钮，然后也用电子式的门锁，几乎呢就是新一代电动车我们现在在电动车上面看到的这些设计。然后他们还强调这台车更重视的是一个使用者体验。你可以看到后座2个位置都有独立的娱乐系统跟萤幕。那前座呢，除了给驾驶的这个数位仪表板之外啊，你可以看到哇塞，那个中控萤幕是直接延伸到副驾驶座去哦。这个真的很像我们这几年在中国品牌电动车上会看到的设计，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给你一个大电视放在车子里面，哪一个位置呢都可以享有它专属的影音娱乐系统。然后你可以看到后座这2张椅子，刚刚在 Model U 上面看到是稍微比较有一点成本考量的设计，但是你可以在这边，它就是更奢华的2个独立座椅哦，有很漂亮的这个白色的3点式安全带，然后把那个头枕看起来也是可以移动位置的哦。那也有腿靠的延伸，椅背也可以往后的倾倒，也可以前后滑移。那这理所当然就看起来会是一个像是商务舱一样的座椅在这个地方，让这台车就是一个豪华的移动商务座舱哦。那前座的杯架虽然目前不知道它实际的功能，但这样的设计应该会是可以往下插下去，让杯架那个饮料杯有更好的固定哦。而且这台车他们在刚刚介绍它的动力系统的时候，已经有预告它会用上了800伏的这个电气系统，高压系统。那它的续航里程会超过500公里，只要10分钟就可以补充行驶350公里的电量。但其实跟我们刚才看，然后它也一样是Pininfarina设计工作室设计的。那而且它的整个风阻系数啊，你不要看它这么大一台哦，只有0.23 CD 而已，也可以让这台车的续航里程更好。那因为它用了比较流线的一个车体线条跟空力造型的轮圈，去减少它的风阻。那这一台车呢，最主要的意义，除了说去宣示鸿华他们有预计要去进攻一个全新集聚的电动车市场，还有展现新的电动车平台技术，跟他们在做一个豪华 MPV 的这个设计功力之外，好，有人说想要知道它的报价是多少，很可惜哦，其实跟过去几年的科技日一样，鸿海他们在定位上面还是比较像是做一个样品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车其实都比较偏向样品车或是商品车，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技术跟电动车的解决方案，那去让有兴趣购买的客户来做一个采购。实际的报价呢，可能要等真的有客户去采购了这个车，然后去依照品牌他们在对于市场的评估还有需求之后呢，才会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报价。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Model U， 然后外面看到的Model C 的美规版 Model B， 还有这个 Model D， 其实他们从2022年的科技日开始就比较不去沟通报价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比较像是提供底盘方案、解决方案，还有代工制造给希望采购的客户。那真正的价格还是要等品牌端他们才会有一个依照市场去评估，才会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会破200以上的话，它会抢走Alpha跟300这些机会。如果会破200以上，我觉得它当然是有机会去进攻这个豪华 MPV 的市场，尤其是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 LM 跟 Alpha 在亚洲市场都有热销，还有比如说像是 Volvo 的 EM90 在中国市场也是相当有好评，然后中国品牌他们也是大量的推出这种豪华 MPV 或甚至电动 MPV 这样的产品。那它的加入当然是对于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面貌会出现，而且也是更有机会去吸引，比如说新创电动车品牌或是现有的电动车品牌，在想要进攻电动 MPV 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解决方案选择。因为他们今天在鸿海科技日的时候就有提到是，他们期望扮演一个去缩短品牌想要电动车推出电动车的这个速度的一个角色，一个协力者的角色，去让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品牌想要很快的进入电动车市场，你在看到这些样品车之后，你直接去采购，可能今年
底，或者是明年后年，你就可以马上推出一台直接销售的电动车款，因为你只要做一些微调就可以进入市场销售，所以可以去缩短你进入汽车市场的一个速度。那他们主要的扮演角色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 U 跟 T 呢，我们现在看到商业模式就会比较像是，我已经推出了一个有点像他们现在扮演的有点像是大型客运车的底盘业者这个角色。我有一个新的技术品牌出来，那我的客运业者想要采购这样级距的电动车产品的时候，我就可以跟鸿海的商用车部门去做洽询，那去依照我的需求去打造，比如说内装或者是电池的容量、动力的规格，去依照我的路线去选择我是需要的产品，然后去打造我客制化的电动客运车这样。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台湾有46%的人拥有汽车。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花多少钱买车吗？地球黄金线携手 TVBS 民调中心推出2024购车风向球报道，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还有购车攻略、电动车第一手资讯。看民调还有汽车品牌好礼可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上地球黄金线网站看购车风向球。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荧幕标上官网了。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年底 Toyota 的全球车速力道，我们现在试驾就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7号旋转你也看不到它。凯旋友们，地球黄金线邀您一起上线。